当全球的钟声滴答作响，指向未知的未来，一个古老的故事在巴尔干半岛的小村庄里流传开来，它像是命运的低语。想象一下，在塞尔维亚的克雷姆纳村，住着一对目不识丁的农民叔侄米洛什·塔拉比奇和他的侄子米塔尔·塔拉比奇。他们并非江湖术士，却凭借着惊人的预言能力，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他们的预言没有华丽的辞藻，只有朴实的直白。更令人称奇的是，在21世纪之前，他们所预言的一切竟达到了100%的准确率。这不仅仅是巧合，更像是命运的低语，让人不禁好奇，他们究竟看到了什么？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？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据说，一切的开端源于一个从天而降的神秘大圆石球。当塔拉比奇颤抖着靠近时，无数匪夷所思的画面瞬间涌入他的脑海。这个名为克雷纳姆圆球的石头，至今仍静静地躺在塞尔维亚的纪念馆中，仿佛仍在低语着那些不为人知的未来。从那天起，塔拉比奇叔侄便开始不停地讲述着他们所见的景象，而他们的教父牧师扎哈里奇则忠实地记录下了一切。这些预言如同一部宏大的史诗，被划分为4个阶段，一步步揭示着人类社会的变迁。故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开始。塔拉比奇准确预言了佩塔尔·卡拉乔治维奇将成为塞尔维亚的新统治者，以及科索沃地区的归属。然而，紧随其后的是不祥的预兆，一支更强大的军队将从北方而来，碾压我们，我们的土地将被摧毁，我们会因饥饿和疾病而大量死亡。他甚至精确到入侵军队到达克雷姆纳的具体日期，以及教父扎哈里奇将在一战结束前1年离世，并失去2个孙子。历史的印记惊人的吻合。圣卢克节日，奥匈帝国军队入侵克雷姆纳，3年后，村庄获得解放。扎哈里奇牧师于1918年，也就是一战的最后1年去世，他的2个孙子也因此丧生，一死在他前，一死在他后。一战结束后，南斯拉夫王国成立，但和平并未长久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。塔拉比奇再次预言，在空荡荡的王座上坐着我们被屠戮的国王儿子，但他只统治几天，他将被他的士兵从海上带走，因为我们的王国再次受到了外国邪恶军队的入侵，整个欧洲都在弯曲的反十字军的统治之下。这里的反十字军赫然指向了纳粹德国的标志。果然，1939年纳粹德国发动战争，1941年4月入侵南斯拉夫，年轻的佩塔尔国王带着手下匆忙逃离，欧洲大部分地区陷入纳粹铁蹄之下。接着，塔拉比奇提到了关键的转折。一开始，俄罗斯人没有发动战争，但当邪恶的军队攻击他们时，他们会在一个红色沙皇的领导下反击。这里的红色沙皇指的正是苏联领导人约瑟夫·斯大林。他继续说道，后来在我们这里，人们互相残杀，邪恶的敌人嘲笑着看着我们。这时，一个骑着白马的蓝色眼睛的人出现了，他率领人民展开抵抗。在他的额头上有一颗星星，邪恶的敌人在全国各个角落追捕他，但他最终集结了一支强大的军队，赶走了敌人。我们的王国前所未有的强大，并与俄罗斯一同烧毁了歪曲的反十字架，解放了全欧洲人民。这个骑白马、蓝眼睛、额头有星星的领导人，
正是克罗地亚共产党人约瑟普·布罗兹·铁托，他带领游击队在全国各地与入侵的德意军队抗衡，而红星正是共产党的标志。1945年5月，德国战败，南斯拉夫统一，铁托骑着白马进入贝尔格莱德，国家迎来了短暂的和平与繁荣。和平时期，塔拉比奇预言世界将迎来和平，由黑白红黄组成的一个国际法庭成立，它不允许国家之间互相争斗。他所描述的正是由二战战胜国主导的联合国。然而好景不长，过了一段时间，一些伟大的国王以及一些小国王将会开始假装对朝廷的尊重，为所欲为。许多小战争将因此而开始，成千上万的人会死去，但不会发生大规模战争。这清晰地描绘了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，联合国在国际冲突中被动无力的局面，以及朝鲜战争、越南战争、阿富汗战争和中东冲突等此起彼伏的局部战火。在这段时期，塔拉比奇还预言了塞尔维亚的和平与繁荣。我们的祖国，也就是塞尔维亚，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和平与繁荣。不同于以往，大部分人都将在和平时期出生，在和平时期去世。他们仅仅通过书籍和各种奇怪的幽灵来了解什么是战争。这里的幽灵指的是电视和广播。令人惊奇的是，塔拉比奇叔侄在1900年前去世，而世界上第一个广播站在1906年才出现，第一台电视更是发明于1925年。他们从未见过这些幽灵，却能如此精确地描述。他甚至预言了人们将乘坐没有牛的马车在天空中旅行，俯瞰大地。他还提到，在铁托的统治下，塞尔维亚将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，但铁托最终会因为意外的腿伤而不是年老去世，这与他因糖尿病引起的腿部并发症最终离世的史实吻合。接着，塔拉比奇预言了人类对神的遗忘，所有这一切都将只是一个痛苦的幻想，因为许多人会忘记人类的神，他们只会崇拜自己的智慧。这仿佛在警示战后科学飞速发展，物质生活日益丰富，人们却逐渐沉迷于物质化。他继续描述，人们会建造一个盒子，里面会有某种带有图像的小玩意，但他们将无法与已经死了的我交流，人类将能够看到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一切。这里所说的小盒子和图像小玩意，无疑指向了电视和互联网的普及，人们在虚拟世界中进行信息交流。他甚至指出，这个虚拟世界本质上非常接近所谓死后的灵界，却仍然暂时的没有被人类所发现和利用，暗示着人类对生命和意识更深层奥秘的无知。接下来的预言甚至超越了我们当下的时代，人们会在地下深处打井挖出黄金，这将给他们带来光速度和力量，而地球则会流下悲伤的眼泪。人们不再在田里干活，而是到处挖掘。这地下深处的黄金被解读为石油，它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巨大的动力，但也带来了地质危机和环境污染。他预言人类在追求物质利益时，将无论是在正确的地方还是错误的地方挖掘，却忽略了真正的力量就在他们周围。这种力量甚至存在于人类自身，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被发现和利用。这似乎在警示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掠夺和对自身内在潜力的忽视。他继续预言人类的种种愚蠢行为，包括空气和水的污染，以及为了利益主动破坏环境。他指出，在东方会出现智者，他们的智慧将跨越海洋和国界，
但我们这里的人却不会相信这种智慧，反而会以谎言来宣扬这个真实的真理。这仿佛预示着东方国家所倡导的绿色环保与大自然共生的发展模式，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，虽然面临阻碍，却仍坚定地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经济。然而，这种理念却遭到西方世界的妖魔化宣传与攻击，就像塔拉比奇所说的，那些谎言者自信地以为摸透了一切，但实际上他们什么都不懂。他更进一步地描述了社会伦理的崩塌。在塞尔维亚，出现了无法分辨的男人和女人，每个人都会穿一样，人们会日复一日地迷失，许多人生下来就不知道谁是他们的祖父和曾祖父。人们仍然会认为他们知道一切，但其实他们还是什么也不知道。他们彼此之间的爱和关心就越少，他们之间的仇恨会如此之大，以至于他们会更关心自己的不同设备，而不是他们的亲戚。人类会比他的第一个邻居更信任他自己带的设备。这简直是对当今社会男女界限模糊、性别对立、家庭伦理瓦解以及过度依赖电子产品的精准刻画。人们为了眼前的利益被政客利用，互相仇恨，疏远亲情，沉溺于虚拟世界，这难道不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实吗？塔拉比奇的这番话更是对西方政客为吸引选票、化解经济危机而制造新自由主义，导致家庭伦理关系被摧毁，男女对立，从而转移阶级矛盾的深刻洞察。塔拉比奇的预言甚至触及了太空探索，人类将前往其他世界，在那里找到毫无生命的沙漠，他们什么也看不到，但他们会感觉到那种美丽与力量。这段话与上世纪60年代末美国登月时的神秘事件不谋而合。阿姆斯特朗在登月直播中曾报告看到了巨大的白色物体，他仿佛预见到了人类对外星生命的探索，以及可能遇到的无形而又同时存在的高等生命。他甚至预言，即使人类接触到地外生命，也可能无法理解它们的存在形式，因为它们可能以无形、电磁场等我们无法感知的方式存在，就好像星球自身为能源，以电磁场的某种形式存在于看不到的空间里。随后，塔拉比奇预言了一种全球性的疾病，整个世界将受到一种奇怪的疾病困扰，没有人能够找到治疗方法。这让人联想到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爆发的各种病毒和疾病。他甚至预言人类将继续地外探索，驾驶钻机行驶在月亮和星星上，寻找生命，却可能无法找到与我们类似的生命。在预言的后期，塔拉比奇提到了一个来自北方的小人物，他将教导人们爱和慈悲，却会面临伪善者的阻碍。接着，他描绘了科技对人类社会的影响。有知识的人会让人们生活在被他们计算所引导的状态中，恶人会作恶，他们毒害着空气和水，让瘟疫蔓延到海洋，并流入河流和大地。人们会慢慢地得上各种怪病，而突然死亡。这似乎是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弊端的警示，以及环境污染和疾病蔓延的预言。他指出，即使是善良的知识分子，也无法阻止人类社会朝毁灭前进，直到人们不再从这些数字与知识中寻找智慧，转而从冥想中悟出智慧。最终，塔拉比奇的预言指向了我们最关心的问题——第三次世界大战。他所看到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武力冲突，而是一场无声的生物战，食物被异化，水源被污染，空气中都是瘟疫。他预言，人们将开始大量死亡，然后人们会逃离城市，前往世界各地，
在乡间寻找有3个十字架的山。在那里，在里面他们将能够呼吸和喝水。那些逃脱的人将拯救自己和他们的家人，但不会太久，因为将会出现大饥荒，许多人因为饥饿而吃东西并立即死亡。这听起来令人不寒而栗，仿佛预示着一场通过食物、水源和空气进行的悄无声息的毁灭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他看到了更宏大的战争场面，最伟大和最愤怒者将打击最强大和最狂暴的人。当这场可怕的战争开始时，那些飞过天空的军队有祸，那些在地面和水上作战的人会更好。他甚至暗示有某重地外势力从天而降，迅速摧毁空中的人类军队。地面和水上的幸存者会被奇怪的炮弹击中，但不会死亡，而是陷入沉睡，苏醒后便会恢复理智。而塞尔维亚不会参与这场战争。他指出了一个唯一的避难所，一个四面环海，如同欧洲般大小的国家，人们在那里将和平相处，带着3个十字架躲藏在山中，从此过上没有战争的生活。然而，当我们沉浸在这些惊心动魄的预言中时，也不得不警惕其背后的真相。塞尔维亚知名记者和作家沃亚·安东尼奇经过深入调查，发现克雷姆纳预言的版本多达12种，而流传最广的英文版本与塔拉比奇侄子的原始手稿大相径庭。比如，原始版本中记载的庇护地并非只有3个十字架，真正的庇护地被一条物产丰富、能养活所有人的大河穿过，这让人联想到南美洲大陆的亚马逊河。关于第3次世界大战的预言，原始版本更是有着巨大的差异，它暗示了2大势力的彻底分裂，如同一个果子被切开2半一样，再也回不去了。他还提到，在战争正式到来前，一个农民模样的大祭司将登陆一个伟大的人民王国，他将拿着枪，但就是不开火，而是激怒对方，让他们先动手。同时，他们的智者会为他们的枪发明各种子弹，这些子弹像魔法一样，让所有生命彻底沉睡。最终，发光的人从天而降，将在塞尔维亚的波泽加上空出现。这与广泛流传的版本描绘的画面截然不同。面对如此多版本和差异，我们无需过度恐慌。任何预言在流传过程中都可能因各种原因被添油加醋，甚至出于利益目的而带有倾向性的误导。塔拉比奇的预言，即使被认为准确率很高，也存在至少12种编译版本，这本身就说明了其复杂性和不确定性。与其沉溺于未知的恐惧，不如审视当下，珍惜我们所拥有的和平。毕竟，正如塔拉比奇所预示的，人类最大的敌人或许并非来自外部，而是自身深埋的愚蠢和仇恨。在变幻莫测的世界中，保持清醒的认知，把握与亲友共度的时光，这才是最真实的幸福。